好，再來關心美國建國250週年，沒有想到這一天的慶典上竟然翻車了。可以看到煙火，本來放的這個煙火竟然燒了這個大橋，而且發生了槍擊案，見血。川普還只是想着他要登上總統山，印他的頭像在美國鈔票上面。經濟學人最新的示警專家也認證的東升西降已經不可逆了嗎？歡迎觀眾朋友留言跟我們一起做分享。如果您認為如專家所說的東升西降不可逆，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沒有這個事情，還是反過來的，幫我們留言寫2，一起跟我們做更多的互動。美國在這一天是它的建國250週年，我們要看到7月4號在紐約舉行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這個高軌的它的帆船跟軍艦的一場遊行，75艘的船隻可以看到非常壯觀哦，在這個哈德遜河面上氣勢磅礴。那麼也結合了150架的戰機的飛行表演哦，現場觀眾一起來做欣賞，包括有數十萬民眾直接在現場來做欣賞。我們看到沒有想到，在這個慶典期間卻發生了重大的意外。首先是他們在釋放煙火的時候，在紐約的布魯克林大橋上面的煙火。因為疑似引燃發生了火警。再來就是第二個意外，是在康尼島這個康尼島是位在布魯克林這邊的康尼島國慶夜，竟然發生了槍擊案，造成了8人受傷，還有這當中還有4名小孩。那大家就在看說這麼多的意外，但是川普現在他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希望将自己的形象刻在這個總統山上面，這是他現在希望能夠做的事情。另外他希望250元的美鈔上面能夠有自己的頭像。怎麼一回事？这個250週年的慶典，楊老師怎麼看？就表示說，美國這個世紀霸權其實你現在進入到250週年紀念的時候，你卻在一個國家象徵的這個煙火上面發生就是失火的事件。那同時也顯現出美國政府在治理之下的社會的這種治安的問題。那國慶夜當天8人受傷的槍擊案，那然後川普總統作為國家領導人，卻只是想着他的這個永久的政治圖騰能不能夠留下來作為歷史的這種所謂的 legacy，也就是在鈔票上或者是在這個總統山上面能留下川普的名字，因為在華盛頓的甘乃迪中心已經把川普的名字給拿掉了，他總是要在哪個地方留下來他自己的標籤，所以這個國家的領導階層、精英階層而面臨到我們剛才講的，他其實在伊朗戰爭已經失敗了。伊朗這個戰爭，美國人花了多少？1133億美元就打這個戰爭，失敗的戰爭。而從2001年的反恐戰爭打到現在，美國人花了14兆美元在打仗。幾乎沒有一場是贏的，那大概對伊拉克吧。那事實上，伊拉克的現在的掌控比較偏向伊朗，那所以實際上，美國當然他對中國大陸、對全球的貿易戰也是輸的，科技戰也許他還維持一點點所謂的先進科技或者是 ASML 的這個光刻機的這個先進，但能夠多久呢？天曉得。所以事實上，當美國現在面臨到他自己本身慶祝他250週年。他自己都沒有那種底氣，說我還可以繼續的維持這個世紀霸權多久的時間？因為整個看到美國的整個政治、社會、經濟、科技到軍事的走向，其實真的是開始在做所謂的衰退的管理，而不是在做成長的管理。好，所以美國的衰退，另外一方面是不是可以看到東升西落呢？等一下我們會持續來做關心。那現在也看到美國內部的幾個警訊，我們也把它特別列出來。尤其是現在也有半數的年輕人他們在抱怨說，現在經濟實在太差了。所以最新統計，半數超過這個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他們是跟父母同住的，因為經濟的壓力太大，是較前一年暴增了超過12%哦。一半的民眾他們甚至認為美國夢已經消失了。還有民主學者直接給美國的民主制度給低這個等級，還有川普的大而美法案現在也被批評了，最大的受益者就是這一些高收入的有錢族群。美國到底出了什麼問題？一修怎麼看？制度絕對是美國問題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要點啊。那大家知道，其實像這個很有名的一個學者狄東升老師啊，他是在這個大陸的學者，他寫了一本書叫《纏鬥》，他就在講這個東升西落。然後，並且提到這個制度裡面還有這個
中美之間的競爭哦，最近呢在大陸掀起相当大的一些討論啊。那我觉得制度為什麼會是現在這個討論要點？我們分3點來討論好了。第一個呢，美國過去的制度之所以成功，當然有它的歷史背景各種，但反正我們從歷史的結果來論說，那確實蘇聯是在1991年12月25號就瓦解了嘛。那瓦解之後呢，那美國當然就迎向了所謂的 happy ending。所以當時 Francis Fukuyama， 我們知道法蘭西斯福山先生他所寫的那一個叫做世界終結論，所以我們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美國的制度何其的美好。可是問題就在於說，這個1991年12月25號是20世紀末，美國的制度的定版跟定型就是在20世紀。因為美國的聯邦體制，從另外某個角度上來說，它是一個超大型的東印度公司，它仰賴的是它不直接統治人民嘛，聯邦政府不直接統治人民嘛，這個由州政府來統治人民。它美國內政部其實沒什麼功能，它主要就管國家公園啊一些東西。然後這個裡面你可以看到，它只管什麼？它只管向外開拓，然後只管到世界各地搞經濟殖民啊，然後搞文化霸權。然後呢，這裡面呢，作為這個聯邦政府的真正的大股東是誰？是這些資本家，這一些所謂的政治巨頭，這個精英領導階層，所以讓美國政府非常的穩定。但這套體系在20世紀玩得轉，到21世紀它突然出現一個 bug， 也就是資訊時代的來臨啊，選民的口味改換了。原本美國的透過4項非常特殊的制度，第一個選舉人團制，不直接選舉總統；第二個，它的國會議員它分上院跟下院、參院跟眾院嘛，它的這個國會議員本身的這個設計也很特殊，全世界上少數有上院權力比下院還要大的，所以這個是它的制度上的一個特殊的優勢，讓它可以長期由精英來領導。是，特別我們去看這個民主黨的 Super PAC 啊，就他們要超級行動委員會，這募款用的，裡面呢，他們有所謂的超級這個代表權。民主黨講究的應該是所謂偏向左派的大家平權，結果它裡面黨代表有特別大的權力，不是票等值的。所以這個精英領導對於美國的政權的穩定，所以我們常講美國政府不管怎麼換，他們不違背美國長久利益嘛。但川普上來經常全部對頭幹，為什麼？因為川普是誕生在民粹之中，而這個民粹是網絡數位資訊發達之後而產生的特殊現象。儘管川普依然是美國精英階層所產生的人物，所以這個第一點就是美國的制度已經顯得不合時宜，這是第一點。第二點，美國的對手他從來沒有遇過像中國如此強大的对手。所以中國制度特別是在哪裡呢？就是穩定。中國在1979年之後，它的這些政治的問題逐步到一個段落，並且恢復了國際的關係，包含跟美國的建交嘛，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跟美國的建交等等之後，它進入一個非常長足的一個內政跟外交的穩定時期。而且呢，隨着5年計劃，現在叫做5年規劃的推進，穩定成為中國大陸崛起最大的一個它的一個基底。所以這是它的制度上的優勢。儘管我們可以批判它各種東西不民主、沒人權、沒自由，但在美國，你也覺得真的民主、人權、自由嘛？如果你沒錢的話，你也沒有民主、人權、自由，對吧？是你當不了華爾街之狼啊。那這第二點，第三點啊，這個在美國設計的體制之下，而中國大陸成長了起來，這是什麼？就全球分工體系。因為1991年之後，美國就徹底放鬆了，它不再搞技術壁壘，不再搞技術管制，不再搞工業為本、金融為輔這個政策，也就是它脫實向虛了嘛。所以它全世界上到處大水漫灌，到處找低的這個生產元素，制定全世界的位階。它是核心國家，這個亞洲四小龍是半邊陲啊，然後呢，非洲啊這些原材料生產是邊陲，由它来說的算。這個在它是霸權全球化還玩得轉，但問題它遇到了工業克蘇魯嘛，要中國大陸厚積薄發，體量大。雖然我一個只賺了幾毛錢，但我人多啊。我體量大，掙多了之後，我政府又長期穩定，有意識的發展全產業鏈。所以它就等於是撞上了這堵山。所以這個凡此3種制度的比較，這個挑戰者的出現，還有這個現在所面臨的一個這個碰撞，其實很呈現出來的。這個才是為什麼美國人民對於它的制度，全世界對於美國的信仰崩塌，這才是根本。好，所以呢，我們就是看到也是同時在此刻呢，這個《經濟學人》就給出了一個這樣子的一個評論。他說，美國雖然是在經濟、軍事、科技都是全球領導地位，但是呢，它的這個全球的領導性也在快速的下降當中。那國際體系是由單極現在轉向競爭性的多極格局。那麼，另外一位是來自於我們要來特別看到中國的前商務部研究院的學者何偉文，他也說，東升西降就是在此刻。這不是一個短期的現象，是不可逆的。那呂縣長又怎麼解讀？其實啊，
我們怎麼看這個東升西降呢？也就是美國，你連國慶煙火都放不好，你不但呢造成了這個布魯克林大橋的這一個火警事件呢，現在達美航空也有在降落的過程當中被國慶煙火命中啊，那這是多麼危險的一件事情啊！這個也就顯現出來啊，其實以川普為首的這一個執政團隊啊，不但好大喜功，而且呢還是拍馬屁以及小丑所組成的。也就是呢，沒有人說實話，因為沒有人敢逆風，你只要一逆風，你就被趕走。然後呢，另外他們與民主黨之間還充斥着黨爭，而且這個黨爭不是只有黨而已，媒體也是如此。所以我們一天到晚看到這個川普總統一天到晚指着 CNN， 指着這個紐約時報在那邊講 fake news。其實呢，這只是大家的觀點並不同而已，並沒有什麼 fake news 的部分。那另外我們講到三权分立是怎麼樣在這瓦解的，也就是司法督導無力，然後立法原來是應該要能夠妥協之下，能夠走出一條对國家最好的路，但是不是，是誰只要妥協就懲罰誰，也就變成说兩黨兼併親也。